深夜的大海总会让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尤其当你看见远方黑暗中唯一的一束光，它孤独地闪烁着，像是在保护航海者，也像是在提醒人们，在这片海域里，危险从未离开。1900年，位于苏格兰外海的一座偏远灯塔，突然发生了一起离奇事件，3个男人在一座几乎不可能离开的小岛上凭空消失，没有尸体，没有求救，没有打斗痕迹，甚至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最后到底看见了什么。而这起事件至今超过100年仍然无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被称为艾琳摩尔灯塔之谜，或者更准确地说，3名守塔人究竟去了哪里？世界尽头的灯塔，在苏格兰西北方海域有一群荒凉的小岛，其中一座岛几乎只有岩石、海风以及无止境的浪声，这里就是 Flannan Isles Lighthouse。这座灯塔建立在极度危险的海域附近，因为周围暗礁密布，再加上冬季暴风猛烈，过去经常有船只在夜里触礁沉没，因此灯塔的存在几乎等于海上的生命线。只要灯塔熄灭，经过的船很可能直接撞上海岸。而为了维持运作，灯塔里长期安排3名守塔员轮班驻守，他们的生活非常单调，每天检查设备，记录天气，维护灯光，等待补给船抵达。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城市，没有娱乐，甚至没有邻居，只有无止境的海浪以及让人窒息的孤独。很多人都说，在这样的地方待久了，连时间感都会消失，你会开始分不清今天是星期几，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世界遗忘了。但对守塔员来说，孤独还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海，因为在冬天，巨浪甚至能直接拍上悬崖，把重达数百公斤的东西冲走。有时候，一场暴风雨就足以夺走人的命。但即便如此，谁也没有想到1900年的冬天，这里会发生一场至今无法解释的消失事件。灯塔突然熄灭。1900年12月15日，一艘经过附近海域的商船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件怪事：灯塔没有亮。船员立刻觉得不对劲，因为灯塔几乎不可能停止运作，尤其在冬季，守塔员会特别注意设备，避免任何事故。可现在，原本应该照亮海面的光消失了，但当时海况恶劣，补给船无法立刻靠岸，于是大家只能等待。直到几天后，12月26日，补给船终于抵达。船上有一名替班守塔员，他的名字叫 Joseph Moore。他原本只是来接班，却没想到自己将成为第一个发现异常的人。岛上安静的不正常，当船靠近时，所有人都感觉到奇怪。平时守塔员一定会来码头迎接，甚至提前帮忙搬运补给，但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出现，整座岛安静的令人发毛，只有风声和海浪撞击岩石的声音。Joseph Moore 独自走上陡峭石阶，一步一步接近灯塔。他大声呼喊，没有人回应。越靠近，那股不安越强烈，因为太安静了，安静的不像有人居住。终于他走到门前，门是关住的，但没有上锁。推开后，眼前的一切看似正常，却又哪里不对。房间整理整齐，桌椅还在原位，厨房里留着食物，灯塔机械也没有重大故障。但问题是，人呢？3个守塔员全部不见了，像从空气中蒸发，没有留下任何讯息，没有打斗痕迹，也没有血迹。更奇怪的是，其中一张椅子倒在地上，仿佛有人突然起身，匆忙离开，却再也没有回来。而真正让所有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还在后面，因为他们发现3件防寒外套只少了2件，代表有一个人是在没有穿保暖装备的情况下离开灯塔。但在12月的大西洋外面，寒冷刺骨，狂风甚至能把人吹下悬崖。一个有经验的守塔员根本不可能这样做，除非有什么事急到他来不及思考，甚至来不及穿外套。而就在大家试图理解时，一本日志让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那本日志记录了令人不安的异常。在检查灯塔内部时，工作人员找到一本执勤日志。通常守塔员每天都会记录天气、风向设备状况以及日常事件。这原本只是例行工作，
但当他们翻开最后几页时，所有人都感到不对劲，因为里面的内容太奇怪了。其中一则记录提到，狂风猛烈，过去20年从未见过。另一则写注，其中一人异常沉默，甚至还有一句他在哭。这个细节让很多研究者后来都感到疑惑，因为灯塔里的3名守塔员全部都是经验老道的海上工作者，他们常年面对风暴，甚至见过比普通人更危险的海况。照理说，几乎不可能因为坏天气崩溃。更奇怪的是，其中一位守塔员平时被认为性格强硬、脾气火爆，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突然情绪失控。到底是什么事让一群见惯风浪的人开始害怕？而真正诡异的是最后一笔记录只有短短一句：风暴结束了，海面平静，上帝保佑我们之后，日志停止，再也没有下一页。就像有人突然按下了暂停键，3个人从此消失。但问题来了，如果真有暴风雨，为什么后来的气象记录却显示，当时附近海域天气其实没有想象中恶劣？这个矛盾成了整起事件最大的疑点之一，也让许多人开始怀疑，守塔员看到的可能不是普通风暴岛上留下的奇怪痕迹。接着，调查人员开始搜索整座岛，结果他们在西侧悬崖附近发现一些奇怪现象，原本固定在高处的设备被严重破坏，金属箱变形，绳索散落，甚至重达数百公斤的物品都被移位，看起来像是遭受某种巨大力量撞击。有人立刻推测，也许真正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怪浪超巨大海浪研究者认为，可能有2名守塔员外出固定设备，第3人则留守灯塔，但因为情况突然恶化，留守者担心同伴出事，急忙冲出去帮忙，甚至连外套都来不及穿，结果就在海边，一波巨浪突然打上来，3个人全部被卷进海里，永远消失。这也是今天官方最倾向接受的解释。听起来似乎合理，但问题是，规定明确要求灯塔永远必须有人值守，3个人同时离开，其实非常不寻常，更何况经验丰富的守塔员理应知道风浪危险，真的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于是另一种更可怕的猜测开始出现，他们是不是看见了什么？岛上的居民后来流传着许多故事，有人说那座岛一直很邪门，夜晚经常出现奇怪声音，甚至有人声称自己看过模糊的人影。当地渔民也流传一种说法，某些夜晚最好不要靠近那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久而久之，一些离奇猜测开始蔓延，有人认为守塔员可能看见了某种无法解释的东西，也有人怀疑是不是有人秘密登岛，或者遭遇非法交易者，甚至有人提出更加疯狂的理论，外星人、超自然力量、某种未知存在。当然，这些没有任何证据，但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官方没有答案，历史也没有答案，因为没有遗体，没有目击者，没有求救讯号，3个人就这样消失，像从世界上被擦掉。而直到今天，当海风吹过那座灯塔，依然有人忍不住想问，1900年的那一天，那3个人最后到底看见了什么？又或者他们根本没有离开那座岛，只是再也没有人找得到他们海洋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巨浪，也不是暴风雨，而是它能把一切真相吞掉。没有证据，没有答案，甚至没有告别艾琳摩尔灯塔之谜。或许终有一天会被解开，但在那之前，它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海上失踪事件之一。如果那一天是你登岛推开那扇灯塔大门，看见空无一人的房间，你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而直到今天，艾琳摩尔灯塔的真相依然沉没在海风与黑夜之中。3名守塔员究竟遭遇了什么？是意外？是巨浪？还是某种至今无法解释的存在？或许答案早就被大海永远带走。如果你喜欢这类真实悬案、未解之谜与离奇失踪事件，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因为下一支影片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那些至今仍无法解释的黑暗真相。我们下次见。